我从学生时期就很想去美丽的中国旅行，而且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一个人去会有什么问题。毕竟我是台湾人，语言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当我看到便宜的机票，就毫不犹豫地刷卡买了。只是我没想到，这趟期待已久、人生第一次的中国旅行，居然会发生这么多倒霉的事。倒霉就是运气不好的意思。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故事最后竟然还有一个让人微笑的结局。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被当街抢劫的经验。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Hi, 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 truly believe immersion is the key to fluency. If you want to improve faster,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more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today's lesson. 我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去青岛，一个充满欧式建筑的美丽城市。我当时是一个人去的，刚从机场巴士下车，我就很兴奋地拿起相机到处拍照。就在我拍得很开心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喊抢劫。我一回头，只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跑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消失在转角。我低头看了一下背在后面的包包，这一看让我大惊失色，因为包包已经被打开了，里面的皮夹也不翼而飞了。大惊失色是形容受到很大的惊吓，不翼而飞就是东西突然不见了。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被抢了。光天化日就是指在大白天里，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问题是，我才刚到青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熟，甚至连自己在哪里都不太清楚。而且我还拖着一个笨重的行李，而那个抢匪早就跑远了，根本追不到。无奈之下，我只好在路人的帮助下，到附近的公安局报案。中国的公安局其实就像台湾的警察局，只是名称不同。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公安局的警察超级亲切。出乎意料
就是跟原本想的不一样。他们不但详细询问我事情的经过，还说会尽力帮助我，甚至用警车送我回我住的青年旅馆。在我的印象里，警察应该是很严肃，甚至是有点凶的，但他们完全不是这样。刚到青岛的第一天就被抢，虽然金额不大，但这件事真的让我完全没有心情旅游了。最麻烦的是，我的护照也在被偷的皮夹里。当时台湾人在中国遗失护照是需要飞到香港才能补办的。就在我忙着联络家人，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奇迹发生了。青年旅馆的员工告诉我，公安局已经把我的护照找回来了。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这件事已经过了10几年，但当时的情景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虽然我已经忘了在青岛看过的美景，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历历在目指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就好像刚刚才发生一样，印象非常深刻。原来那个抢匪可能发现没抢到多少钱，就想用另一种方式赚钱。他打电话到青年旅馆，说自己捡到了我的皮夹，但是要求我付一笔酬劳，才愿意把皮夹还给我。接到电话的员工很机灵，立刻和公安局合作，假装是我本人去跟对方见面，最后成功把皮夹拿回来了。当我看到失而复得的皮夹和护照，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由衷的感谢那些警察，多亏了他们的帮忙，我不用重新订机票飞去香港补办护照，也能继续完成我的旅行。我也很庆幸当时把住处的联络电话放在皮夹里，不然对方也没办法联络我。失而复得指的是失去以后再重新得到，最常用在物品，也可以用来形容关系或人。后来我又去了中国很多次，有时候是去旅行，有时候是去出差。这次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我再也不把包包背在看不到的地方了，因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就算是治安很好的地方，都可能会有犯罪发生。我们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才不会让坏人有机可乘。
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 with Pinyin and Zhuyin,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